我穿成了一只猫，被书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反派捡回了家。为了活命，我疯狂对他采奶、贴贴、钻被窝。你才是我唯一的宝贝。反派似乎很吃这一套，每天抱着我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我以为我能当一辈子猫主子，直到我开始疯狂掉毛。你再掉毛，我就把你炖了。我吓得一哆嗦，浑身的毛瞬间掉光，变成了一个光溜溜的少女，和她面面相觑。我叫苗苗苗，现在是一只3个月大的布偶猫。眼前的男人是这本书里最大的反派谢无望，他刚刚徒手拧断了一个人的脖子。他处理完尸体，用一块白色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着手，然后朝我走来。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挠你了。我怕得要死，却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。别怕，以后你就叫白团儿。书里写着，谢无望此人性情乖戾，冷血无情，视人命如草芥。可他对着我这只来路不明的野猫，却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耐心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决定抱紧这条全书最粗的金大腿。我收起利爪，用我毛茸茸的脸颊小心翼翼地蹭了蹭他的手心。谢无望的动作一顿，我再接再厉，伸出粉嫩的舌头舔了一下他的指腹，然后我听见他发出了一声极轻的笑，那笑声像羽毛，轻轻搔刮着我的耳膜。他将我抱了起来，拢在怀里。小东西还挺会讨好人。不怕，只要我够乖够可爱，我就能活下去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了谢无望的掌心宠。他吃饭，我蹲在他旁边的椅子上，有专门的小鱼干；他看书，我趴在他腿上，呼噜声震天响；他杀敌，我就揣着手蹲在他肩膀上，冷漠地看着那些人哀嚎求饶。有一次，一个不怕死的杀手潜入，目标是睡梦中的谢无望。我二话不说，从架子上一跃而下，用我3个月大的猫身精准地砸在了那人的脸上。杀手惨叫着捂住眼睛。谢无望醒了，他甚至没看那个杀手，第一反应是把我抱起来，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有没有伤到你？我喵呜一声往他怀里钻，委屈巴巴地告状。白团儿，那一刻，我真的以为我能当一辈子猫主子，安稳地活到寿终正寝。直到春天来了，春天万物复苏，也是猫咪换毛的季节。我开始疯狂掉毛，我走过的地方是一路飘扬的白毛，我睡过的软垫铺了厚厚一层白毛。谢无望最常穿的黑色长袍成了我掉毛的重灾区，他每次抱我，身上都会沾满我的毛。起初他只是皱着眉用术法清理掉，后来他清理的频率越来越高，眉间的褶皱也越来越深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耐心正在一点点耗尽。我开始控制自己，尽量不往他身上凑，吃饭睡觉都离他远远的，可这根本没用。我的毛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无孔不入。那天他刚处理完一个叛徒，心情很不好。我小心翼翼地从他脚边路过，想溜回我的猫窝。白团儿，我僵在原地，不敢动弹。他弯腰把我拎了起来，拎着我命运的后颈皮。他捏着我掉的毛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你再掉毛，我就把你炖了我，猫肉火锅。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，我吓得肝胆俱裂，浑身一哆嗦。然后我听见砰的一声轻响，漫天都是飞舞的白色猫毛，像下了一场大雪。谢无望拎着我的手空了，一个光溜溜热乎乎的东西掉进了他怀里，空气死一般的寂静。我低头看到了不属于猫的人类的手，我抬头看到了谢无望那张因为震惊而微微扭曲的俊脸。他看着怀里赤条条的我，又看了看地上那一堆厚厚的可以织毛衣的猫毛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那个，你要的猫毛够了吗？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，从头到脚寸寸审视，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，更像是在看一件稀奇的不知该如何处理的物件。你是谁？我叫苗苗苗。有？不，我是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醒来就变成猫了。他没再问，只是把我从他怀里拎出来放在地上。他转身走到那堆猫毛前蹲了下来。这些毛你还能长出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猫换毛都是这样的，旧的掉了，新的就长出来了。变回去。啊，我不会啊，我要是会早就变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了。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，可能睡一觉就好了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盯着我，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出什么。就在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，他却转身朝内室走去。跟上。
我愣了一下，赶紧提着宽大的袍子跟了上去。他的房间很大，也很空旷。以后你就睡那儿。那是我当猫时最喜欢趴着的地方。看来我还是可以留下来。可是我现在不再是白团儿了，而是人形的苗苗苗。他会怎么对我？当晚，我蜷缩在床榻旁的一块空的地毯上，抱着膝盖，一夜没睡。谢无望就睡在离我不到3步远的床上。以前我是猫，可以肆无忌惮地钻他被窝，趴在他胸口睡觉。现在我是人，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是僭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响动惊醒，谢无望已经穿戴整齐，正准备出门。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府里的侍女。他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，没有给我任何提问的机会。侍女从宠物降级成了夫人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也好，至少保住了一条命。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了我的侍女生活。说是侍女，其实也没什么活干。谢无望的府邸，除了我，就只有一个负责打扫做饭的哑巴婆婆，她也不需要人伺候。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在她看书的时候，站在一边给她研墨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我掉的那些猫毛分门别类，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个精致的玉盒里。她好像在进行某种收集。这个发现让我脊背发凉。他留下我，不是因为念旧情，他是在等我重新长出毛来。我开始害怕，不是怕死，而是一种对自己命无法掌控的恐惧。我像一只被圈养的牲畜，主人在等着我长膘，然后宰杀。谢无望在等我长毛，然后做什么？我不敢想。我开始拼命地想变回猫，学着猫的样子走路，学着猫的样子舔手背。我甚至试图从高处跳下来，看能不能激发什么潜能。结果就是我摔得鼻青脸肿，谢无望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。那天他把我从桌子底下拖出来，我正试图钻进一个狭小的缝隙，把自己卡住，看能不能像猫一样缩骨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想变回去。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看他。就这么不想当人？他的眼神很复杂，我看不懂。不是我，既然变不回去，就安分点，别再做这些蠢事。说完，他松开我，转身就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涌上一股无力感。我发现，自从我变成人之后，谢无望对我就只剩下不耐烦和冷漠。他再也没叫过我白团儿，也再没用那种温柔的眼神看过我。我怀念当猫的日子，虽然时刻有生命危险，但至少我能感受到他的宠爱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是。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又变回了猫。谢无望抱着我，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我的背。白团儿，我的宝贝。我舒服地打着呼噜，用头蹭他的下巴。醒来的时候，脸上湿漉漉的，我哭了。我蜷缩在地毯上，把头埋进膝盖里，压抑着哭声。我好想回家，不知道哭了多久，头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吵死了！我猛地抬头，对上谢无望那双在黑暗中依旧明亮的眼睛。对不起，过来。他没等我说完，就弯腰把我抱了起来。他把我扔到了床上，用被子把我裹成一个蚕蛹。睡觉。他没有回床上，而是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，闭目养神。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给他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晕。我突然觉得他好像很孤独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无法排解的孤独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孤零零的一个人。第二天醒来，谢无望已经不见了。我走出房间，看到哑巴婆婆正在院子里晒东西，是我掉的那些猫毛。我走过去想帮忙，哑巴婆婆看到我，连忙摆手，指了指那些毛，又指了指我，脸上是惊恐的表情，好像我是什么会污染这些圣物的东西。我心里一沉，连一个下人都知道这些毛对谢无望很重要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决定一定要弄清楚。谢无望有个书房，是府里的禁地，以前我当猫的时候可以自由出入，现在不行了，他每次进去都会把门锁上。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里面有鬼。我开始留意他的一切，我发现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得非常虚弱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冒冷汗，有时候连站都站不稳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他就会把自己关进书房，一整天都不出来。等他再出来时，虽然还是很虚弱，但情况会好很多。而且我注意到，每当他从书房出来后，我收集在玉盒里的那些猫毛就会少上一些。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心里慢慢成型，他在用我的猫毛治病，或者说压制着什么东西。这个猜测在下一个月圆之夜得到了证实。谢无望从傍晚开始情况就不对劲了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我能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
痛苦的嘶吼声，像是野兽在咆哮，还有东西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急得在门口团团转。哑巴婆婆跪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朝着房间的方向不停地磕头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只是指着月亮，又指着房间，脸上满是恐惧。我明白了，谢无望的病和月亮有关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我绕到房间的窗户下，窗户被从里面锁死了。我找来一块石头，狠狠地砸了上去。我从破口处爬了进去，房间里一片狼藉，桌椅倒在地上，瓷器碎了一地。谢无望背对着我跪在地上，身体剧烈地颤抖着。谢无望，你怎么了？他猛地回头，一双眼睛变得赤红，里面充满了暴力和杀戮的欲望。他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了一些黑色的诡异的纹路。他咆哮着朝我扑了过来。就在他的手快要掐住我脖子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住了。他的鼻子在我颈间嗅了嗅，赤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，然后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一样，猛地后退了几步，痛苦地抱着头。他体内的两种力量似乎在进行着激烈的交战。谢无望，你看着我。我捧住他的脸，强迫他看我。是我，白团儿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他浑身一震。团儿。我看到他手边散落着几个空了的玉盒，是装我猫毛的盒子。他已经把所有的毛都用完了，而他体内的狂躁显然还没有被完全压制住。怎么办？我没有毛了，我只有我自己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。既然我的毛可以，那我的血是不是也可以喝下去？谢无望看着我手腕上的伤口，赤红的眼睛里是全然的震惊。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布子，偏过头去。喝下去？你想死吗？我的血顺着他的唇角流下，他紧闭着嘴，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，温热的血液终于流进了他的口中。他浑身一僵，下一秒，他猛地扣住我的后脑勺，像一头饿了千年的野兽，疯狂地吮吸着我伤口处的血液。我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暴力的气息正在一点点地平复下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松开了我。他看着我血肉模糊的手腕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然后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，一头栽倒在我怀里，晕了过去。我抱着他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我看着他沉睡的侧脸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，脆弱的像个孩子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毫无防备的样子。原来杀人不眨眼的大反派也有这么脆弱的一面。我撕下自己的衣摆，草草地包扎了一下伤口，然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到床上。我给他盖好被子，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。这一夜很漫长。第二天，谢无望醒了，他睁开眼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我，还有我手腕上那圈刺眼的白色布条。你都知道了？为什么救我？我不想你死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虽然他威胁要炖了我，虽然他对我忽冷忽热，但他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容身之处。在我还是只猫的时候，他把我当成宝贝，这就够了。我是个怪物，每个月圆之夜，我都会变成一头直至杀戮的凶手。若没有外力压制，便会彻底失去理智，直到力竭而亡。你的毛是你身上妖力最纯粹的凝聚物，可以暂时安抚我体内的凶性。我捡你回来，本就是为了这个。原来如此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他不是什么毛绒控，他只是需要我的毛来续命。所以在我掉光了毛，变成人之后，他才会那么失望，那么不耐烦，因为我失去了利用价值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，有点疼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没有毛了，我的血虽然有用，但总不能每次都这样。我会想办法，在你找到变回去的方法之前，或者在我找到替代品之前，你先留在这里。替代品这3个字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。原来我终究只是个可以被替代的药。后，我低下头，掩去眼里的失落。从那天起，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他不再对我冷言冷语，甚至会主动关心我的伤口。他找来最好的伤药，亲自给我上药。他的手指冰凉，动作却很轻柔，带着一种笨拙的小心翼翼。我看着他低垂的眼眸，心跳漏了一拍。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反派了。这个念头让我吓了一跳。我怎么能喜欢上一个只把我当工具人，还随时准备找替代品的人？喵喵喵，你清醒一点。为了让自己清醒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谢无望。他给我上药，我说自己来；他叫我吃饭，我说不饿；他看书，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安静地待在一旁。我会找各种借口溜出去，在院子里和哑巴婆婆一起晒太阳，或者拔拔草。谢无望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疏远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看我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幽深，府里的气压也一天比一天低。哑巴婆婆好几次对我比划，让我不要惹主子生气。我苦笑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离他越近，我就陷得越深。我怕了。这天，谢无望出门了，听说是城外的一座山上发现了一株罕见的灵草，对压制他的凶性有好处。他一走，我整个人都松了口气。我躺在院子的躺椅上，
晒着太阳，昏昏欲睡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府门被人一脚踹开了。谢巫王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私闯民宅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好纯粹的灵气，你就是谢巫王养的那只小妖，果然是极品。把它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谢巫王不在。不在？那正好，先把你抓回去。不怕他不乖乖就范。他一挥手，身后的人就朝我围了上来，眼看就要被抓住。我急中生智，大喊一声：“啊！你们不能抓我！我怀了谢巫王的孩子！”胡说八道！谢无望怎么可能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黑色的身影就从天而降，落在我面前。他的手里捏着一株泛着莹莹绿光的灵草。他看到院子里的情景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玄天宗的人，谢无望，你这魔头残害同道，今日我们就要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，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？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休想知道。是吗？谢无望手上用力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那人的脖子就软软的垂了下去。然后他转过身，一步一步的朝我走来。刚才为了活命，我情急之下胡说八道，现在正主回来了，我要怎么跟他解释？他走到我面前，停下，他低着头看着我，不说话。院子里很静，只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血滴落在地上的声音。那个，我刚想开口解释，他却突然伸出手，把我拉进了怀里。你刚才说是真的吗？我愣住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们俩清清白白的，连手都没怎么牵过。我是骗他们的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问？我被他搞糊涂了。谢无望，你先放开我。我推了推他。白团儿，自从我变成人，他再也没这么叫过我。我的心猛地一颤。别再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躲着你。你有。你身上的味道我很喜欢。你别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，从你还是只猫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抱着你。你身上的味道能让我平静下来。后来你变成了人，我很高兴，可我又很怕。我怕你不再需要我，怕你会离开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一个女孩子好，我怕我做的不对会吓到你，所以我只能装作不在乎，只能对你冷冰冰的。可是看到你躲着我，我心里难受的快要发疯。淼淼淼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学着对你好，好不好？我看到那双总是盛满冰霜的眸子里，此刻燃着一簇小小的名为期盼的火焰。我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。他笑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真心实意的笑，像冰雪初融，万物复苏，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。我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笼罩在我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隔阂，好像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。也许喜欢上一个大反派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我和谢无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他开始学着对我好，虽然方式有一些笨拙。他会带我去城里最好的酒楼吃饭，然后把菜单上所有的菜都点一遍，摆满一整张桌子，让我挑喜欢的吃。他会带我去最贵的成衣铺，不由分说的买下所有我多看了一眼的衣服和首饰。他甚至还试着给我梳头，结果就是他差点把我扯成一个秃子。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堪比鸡窝的头发，欲哭无泪。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的审美真的很有问题。虽然他总是搞砸，但我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我能感受到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笨拙的却又无比真诚的对我好。我的心也在这份笨拙的温柔里彻底沦陷了。我不再躲着他，甚至会主动亲近他。我们会像以前一样，他看书，我趴在他腿上，只不过以前是猫型，现在是人形。他会习惯性的伸手揉我的头发，我也会像猫一样眯起眼睛享受他的抚摸。一切都很好，除了我还是变不回猫。我身上的毛一根都没长出来，这意味着下一个月圆之夜，谢无望还是要靠我的血来压制凶性。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的血虽然有用，但效果远不如我的猫毛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他体内的那股力量越来越强大，也越来越不稳定了。玄天宗的人也不会善罢甘休。谢无望，我们得想办法彻底解决你身体的问题。上古凶兽的诅咒哪有那么容易解决？总有办法的。你的诅咒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的祖上是上古4大凶兽之一的穷奇，我们这一族生来就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但也背负着血脉里的诅咒。每一代都会有一个人在成年后彻底兽化，失去理智，成为只知杀戮的怪物。而我就是这代被选中的人，从我出生的那起就已经注定了。不会的，一定有办法的，我不会让你变成怪物的。我暗暗发誓，无论如何，
我都要找到破解诅咒的方法。为了他，也为了我们，我开始翻阅谢无望书房里的所有古籍，我一本一本的看，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谢无望看我整天泡在书房里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让哑巴婆婆每天给我准备好吃的。她自己也开始频繁的外出，我知道她是在寻找能够压制诅咒的灵药，也是在调查玄天宗。我们都在为了彼此的未来而努力着。终于，在一本残破的古籍里，我找到了一个线索。书里记载，上古时期有一种名为灵猫的种族，灵猫一族天生灵力纯粹，是百兽的安抚者，它们的皮毛、血液，甚至是陪伴，都能安抚最狂暴的凶兽。而灵猫一族有一个天生的宿敌，也是伴侣，那就是穷奇。我看着那幅图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一个荒谬却又无比贴近真相的猜测浮现在我脑海：我难道就是那只灵猫？根据古籍记载，穷奇的诅咒源于血脉里的狂暴力量无法中和，而灵猫的灵力是唯一能够与之融合并将其净化的力量。只要我们结合，看到结合2个字，我的脸轰的一下就红了。书里写的很隐晦，但意思我很明白，就是双修。我抱着那本古籍，心乱如麻。我要怎么跟谢无望开口说，嗨，我是你命定的老婆，我们睡一觉，你的病就能好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？我纠结了好几天，饭都吃不下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为什么是总是对着一本书发呆？完了，全被他看到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轻浮？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干涩。你愿意吗？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会再想别的办法。他转身，似乎想离开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。我愿意。我鼓起勇气，从身后抱住了他。谢无望，我愿意，只要能治好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把脸贴在他宽阔的后背上，重复了一遍。苗苗苗，你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为他做任何事，哪怕这件事听起来有些离谱。事情的发展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们并没有立刻就去双修。谢无望说，古籍上记载的方法太过凶险，稍有不慎，我们俩都可能被狂暴的力量反噬，他需要做一些准备。我看着那些平时只能在传说中听到的宝贝，被他像不要钱一样的摆出来，心疼的直抽抽。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有必要，我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。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，心里暖洋洋的。这个男人总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地保护着我。3天后是月圆之夜，也是我们决定双修的日子。别怕，一切有我。我们相对而坐，掌心相贴。他开始催动阵法，一瞬间，整个房间都被金色的光芒笼罩。我感觉到一股温和的力量从他的掌心源源不断地传入我体内。突然，谢无望闷哼一声，我睁开眼，看到他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。他体内那股狂暴的力量似乎被阵法引动，开始在他经脉里横冲直撞，黑色的纹路再次爬上他的脸颊。谢无望，别分心，守住心神，引导灵力。我不敢再多想，连忙按照他说的集中精神，试图控制那股在我体内流窜的暖流。2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在我们体内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交战。与此同时，谢无望的情况也越来越糟。快走！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，心如刀割。我松开他的手，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里，然后我吻住了他。我的唇贴上他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们2个人的灵魂都像是被电流击中。我体内的灵猫之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疯狂地涌入他体内，而他体内那股狂暴的穷奇之力也像是找到了归宿，不再冲撞，而是开始与我的力量慢慢的融合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慢慢醒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浑身酸软，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。谢无望就睡在我身边，手臂还搭在我腰上。我看着他英俊的睡颜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。我能感觉到他体内的诅咒已经彻底解除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在一起了。就在这时，谢无望醒了，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偷腥的猫。白团儿，你这个样子真可爱。不许看！我恼羞成怒，张嘴就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，一抬头就对上他那双幽深的燃着火焰的眸子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谢无望，你……房间里春光旖旎，我这辈子大概是离不开这个大反派了。彻底解决了诅咒的问题后，谢无望整个人都变了。现在的他虽然对外人依旧冷漠，但在我面前却像一只粘人的大猫。谢无望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我很正经，我只是在欣赏我的宝贝。我的脸又红了。不许捏了！好，不捏了。他说着，另一只手又摸上了我的尾巴。谢无望，我气得想挠他，他却抱着我，笑得一脸满足。有一次我夸赞哑巴婆婆的手艺好，他就吃醋了，结果
当天晚上，谢无望就亲自下厨了。他端着一盘黑乎乎的、看不出原材料的东西放到我面前。尝尝，这是什么？桂花糕，怎么不想吃？我求生欲极强的拿起一块，闭着眼睛塞进了嘴里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在我的味蕾上炸开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。救命！虽然生活里充满了这种哭笑不得的小插曲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我很幸福。谢无望，你这魔头居然还没死！老东西，你都没死，我怎么会死？哼，不知悔改！你们谢家世世代代都逃不出我玄天宗的手掌心。当年的事果然是你们搞的鬼，是又如何？你们谢家本是守护一方的神兽后裔，却妄图染指不属于你们的力量，活该被诅咒，世代为我玄天宗看门护院。而你上古灵猫一族的余孽，竟然还敢出现！当年就是你的祖先勾结谢家，盗走了我玄天宗的镇派之宝，今日我就要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。什么神兽后裔，什么至宝，这和我看的那本古籍完全不一样啊！你胡说，书上说我们灵猫和穷奇是天生的伴侣。那是谢家篡改史书，掩盖丑事。真正的历史，穷奇是我玄天宗护山神兽，灵猫一族只是我们豢养来安抚穷奇的灵宠。后来，你们两族的祖先暗通款曲，盗走了我宗至宝慧元珠，妄图借此摆脱控制，这才被我宗向下诅咒。谢无望，你以为你解了咒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慧元珠，你体内的穷奇血脉永远都不完整，你不过是个力量残缺的废物。而你这只小猫妖，你的灵力也因为血脉不全，永远无法让你彻底化为人形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长着猫耳朵和尾巴，不是因为可爱，而是因为我的血脉根本不完整。老东西，你今天是来送死的吗？谢无望，你太天真了。这是副神珠，专门克制神兽血脉的法器。今天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知道绝望。谢无教，别过来！没用的，在副神珠面前，你就是待宰的羔羊。他再次催动副神珠，这一次黑光比刚才更加强大。我知道谢无望挡不住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玄天宗宗主说，我们两族的血脉都不完整，那如果我们把血脉融合在一起呢？就像我们双修时那样。但是这一次不是为了解除诅咒，而是为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、完整的、超越神兽的力量。我看着谢无望，他也正看着我，我们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同样的想法。谢无望，喵喵喵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下一秒，我朝他跑了过去，他也朝我张开了怀抱。在黑光即将击中我们的那一刻，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，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毫无保留地彻底融合。穷奇的狂暴，灵猫的温和，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出一源的力量，在这一刻完美的交织融合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光芒散去，我和谢无望重新出现在他面前，我的猫耳朵和尾巴消失了，我变回了完整的人。他抬起手，对着玄天宗宗主轻轻一指，一道金银两色的光束射了出去。玄天宗宗主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，就和他的副神珠一起化作了飞灰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看着谢无望，他也正看着我，我们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、牢不可破的联系。我们的血脉，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彻底融合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再也不分彼此。感觉怎么样？前所未有的好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对了，那个混元珠，我们还要去找吗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我的混元珠。你是我残缺血脉的另一半，你是我颠沛流离的命运里唯一的归宿。我看着他笑了。是啊，我穿成了一只猫，被书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反派捡回了家。我靠掉毛变回了人，我以为我只是他续命的药，是他无聊时的消遣，却没想到我竟然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一半，而他也是我寻寻觅觅最终的圆满。